在脑海中乱成一团的文法。不可知。Ce type conduisait trop vite et il a eu un accident. Ce type conduisait trop vite et il a eu un accident. Je marchais dans la rue quand ce type m'a frappé.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大家有追踪我的 Threads 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我从刚开始自学法文到现在呢，我时不时在 Threads 上面都有连载一个 hashtag 自学法文1年 A2 计划。这个计划呢，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来到了快要1年半左右了，终于在前阵子刚完成 A1、A2 的 Duolingo 的题目，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给我一个掌声。我觉得从一个完全不懂法文的语境啊、文法，到现在算是学到了初级的一个阶段了。这1年来呢，老实说我是非常单一的，90% 都是用 Duolingo 来学法文。然后剩下的10% 呢，是因为我真的对这个语言很有好奇，很有兴趣。我会看一些法文的 YouTube 影片啊、教学影片，或者是法国人的 Vlog， 这是我额外的10%。我觉得有接触到法文的时间。那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如果单纯用 Duolingo 学语言，是不是可以把一个语言学好？那在这1年的使用当中呢，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些优缺点。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语言呢非常感兴趣，它是一个很好的助力，让你从完全零基础到有一点点初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像这一年来呢，我觉得我大概掌握一些初级程度的基础单字量，还有文法，像是阴阳性的变化，那 le 后面加的是阳性， la 后面加的是阴性，还有一些常见的介系词等等的，例如 pour、on、dedans、devant， 大概会培养出一些语感。对于像是法文的发音呢，也会有一些敏感度、一些掌握度。一开始用 Duolingo 的时候，对这个 R 这个音呢，我觉得是在所有法文发音里面最困难的，因为它使用的是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喉音。但是透过每天的练习呢，就可以渐渐的对这个喉音 R 会比较有掌握度了。接着讲到缺点了，我觉得虽然 Duolingo 对于语言自学学习者呢奠定了一部分的基础，但我觉得它大概是100% 里面有30% 的缺点和死角、空洞是需要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补足的。缺点例如说拼写能力不足，我觉得我学法文这1年来呢，我的拼写能力还是有限的。例如说在写音标的时候容易卡住，甚至我基本上没有在写音标的。再来就是写作和口语的练习比较单一，也缺乏情境的应用。我上学期去了学校的法文社，我就发现即使我学到现在快要1年的法文，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一个句子组得非常的完整。我觉得我的组织能力还是没有办法跟上其他会法文的人。我目前学到的句型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在实际生活中派上用场。我觉得在日常生活情境的应用啊，句子的架构上面都是非常不足的。也因为少了日常情境的应用了，法文的语境差异其实是很难透过游戏去理解它的。就我之前学日文为例呢，什么时候使用书面语，什么时候使用长体，什么时候使用静体，这3个情境呢都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过去1年当中的学习死角。不过话说回来呢，我学法文也超过365天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我学满1年呢可以到达 A2 等级。所以呢，我决定在今年回加拿大之前，先在台湾准备我的 TCF Canada 这个检定，希望我可以拿到 A2 的资格。所以我为自己安排了4周的法文强化挑战，希望可以透过循序渐进、任务递增的方式补足我过去1年学法文的一些空洞，也希望可以把法文转换成一个真的可以派上用场的硬实力。
就继续看下去吧。在我自学法文超过1年之后，渐渐发现靠 App 来累积单字和文法虽然很方便，但是光靠这样其实很难真的开口说话。So thank you to today's sponsor, italki. That's where italki really helps. italki 是一个语言学习平台，它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万位的老师，可以选择适合的老师和上课时间来排课程，价格也非常的弹性，它是按课付费，不用订阅的。最近我在准备法文检定 TCF Canada， 就特别找了老师来练习我的口说和互动对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大写 Venus， 第一堂课只要购买$10的学习点数，你就可以再额外获得$5哦。这个优惠只限前50位使用者，连结在影片下方资讯栏，赶快去看吧。OK。来，所以第一周的任务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噔噔，这是我去年买的书，到现在还没有打开来看过一页，应该是索邦大学出的文法书，它里面呢就是有非常多初级到中级的文法。在第一周呢，我打算每天花一点时间搞懂1到2个有看过但是不熟悉，在脑海中乱成一团的文法，例如说过去式的使用 nous avons visité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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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nous visiterons blah blah blah， 这些呢现在在我脑中都在打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文法，不知道它是未来式还是过去式。这本书终于派得上用场啦，那就开始我们的第一周吧。直接和间接就很复杂，所以 I gave that book to Sophie. The book 就是直接受词 ，Sophie 就是间接受词。在看听力的时候又更难了，因为它不是你找我吗？是你我找吗？然后那个我又不是我们平常记的我，而是们，就是很短的音。来到了第2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上一周跟大家说我想要就是一本书策略，用这一本读所有的文法。必须说这一本呢满满的文法，它囊括了初级到中级的所有法文的文法。但是呢，我在自己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因为它全部都是法文，所以如果是自学的话会非常的吃力。很多时候我都看不懂它什么是 COD， 什么是 COI， 只能从一些字根来推敲这个英文的单字。如果是以法文初学者来说的话，自己读这本是非常的吃力的，这可能是需要老师来带领。然后呢，我就看到我的书桌上面呢有这一本中文的法文学习书，所以我就改看这一本。我上周开始建立的夜间 routine 就是洗好澡之后来做一回题目。那在做题目之前呢，他就会先解释这个文法，然后每一回都会有2到3个题型可以做。我会在每天睡前做一回，同时我在遇到不懂的文法的时候，我会参考网络上面的资料，还有问 AI， 请 AI 帮我解释文法。那第2周呢，我想要增加一个任务，就是我想要来写日记。从这一周开始呢，我每天要写一篇短篇的日记，不管是日记也好，还是短文也好，就每天呢至少要写大概1段文字。写完之后呢，我再丢给 ChatGPT， 请他帮我改。所以延续上一周的任务，每天学1到2个自己不熟悉的文法之外呢，我还要再写日记。OK，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2周吧。写的丢给 ChatGPT， 请他帮我改，然后改了这些，非常的完整耶。我就说，请帮我修正错误的文法。我想说，刚开始写日记，先不用太难的文法，所以如果有错误的，先做修正就好，之后再越写越好。不然我来念给大家听我今天的日记好了。
Aujourd'hui, j'ai commencé la deuxième semaine à apprendre le français. Le mercredi dernier, j'ai lu la grammaire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encore tous les soirs. C'est dur, mais j'adore ça. Et cette semaine, je pense que je peux écrire un journal tous les soirs. J'espère que je peux utiliser un vocabulaire et une grammaire plus avancée. Hello， 大家好，现在来到了第3周。我在第1周进行了文法的加强，在第2周呢，我又加上了写作。然后我发现，在第2周开始写日记之后呢，我对于过去式的掌控变得比较好。之前呢，原本对于法文的文法有很多漏洞，是我学了新的，旧的就有点忘记了，或者是我会把过去式和未来式搞混，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过去分词，什么时候要用未完成过去式。经过这2周文法的加强，然后还有写作的训练，我觉得我对于动词、对于文法的掌控有变好。接下来第3周呢，我要来练习口说，再加一点阅读。我在网络上面找到了一些免费的学习资源，每一篇文章呢，你都可以点这个 YouTube 帮你朗读这一篇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shadowing 的教材。另外一个网站，它可以学习听说读写各个面向，然后像是 reading 的这部分啊，它每一篇它都会有 PDF 可以看，然后你看完这一篇文章之后呢，下面会有几题选择题。所以我想说，在第3周口说练习周呢，可以同时把我的阅读、把我的口说都练好。大家午安，今天是假日，今天有比较多时间，我想要来上一堂家教课，所以我现在在 italki 上面预约了一堂。我今天上课的老师叫做 Damien。Bonjour à tous et bienvenue sur mon profil. Je m'appelle Damien, j'ai 35 ans. Je suis tuteur sur italki depuis 3 ans et je suis de Lyon, une ville qui est connue pour sa gastronomie et son histoire. 这个老师现在住在里昂。然后他是 francophone， 就是法语的母语者，然后他也会说日文我看到有一个共同点，然后今天这个时段呢是可以预约的，所以我就先把下午的时段预约起来。那我今天预约的是1对1的家教，但是 italki 上面也可以上团课，从初阶的课到中高阶都有。然后像我现在在学法文，但是如果你是学英文、西班牙文、日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葡萄牙文、俄罗斯文等等的都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就上 italki 找老师，因为老师有非常多，所以你绝对可以找到能配合你上课时段的人。然后上面还会写说他的评分、他的评论、老师的兴趣嗜好啊，还有他着重的部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等一下吃个午餐，下午就要来上课了。Alors, maintenant, je prépare mon déjeuner. Il y a des tomates, carottes, potato, des oignons et du porc. Voilà, c'est tout. La soupe, il s'appelait ABC soupe. Attendant de la soupe, je vais préparer de la café maintenant. Je voudrais un café au lait. Aujourd'hui, il y a du lait sans lactose.
好紧张哦，快要开始了。我现在已经进 iTalki 的教室了。Alors, est-ce que tu veux commencer peut-être par te présenter un peu? Je suis Venus, je suis taïwanaise et j'étudie au Canada. J'adore apprendre beaucoup de langues. J'ai étudié le français toute seule il y a 1 an. Tu es de quel côté? Tu es à Montréal, au Québec? Pourquoi tu es parti vivre au Canada? Parce que je dois étudier au Canada et j'adore les cultures. C'est vraiment un challenge incroyable. La chance d'être taïwanais et d'être famille. 我觉得他教的非常好，我一直很担心我的法文组织能力还不够好，然后断断续续的他会听得很不耐烦，或者他听不懂我的法文的用法，因为我有时候会穿插一些英文。我觉得这个老师呢，他非常的有耐心，他知道我用英文补足的时候我想要说什么，所以他就会用法文在复述我刚刚想要说的话，或者是他会在旁边聊天室打正确的用法、正确的单字和文法，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们一开始聊到住在哪里，然后去过哪里，平常喜欢做什么事情。这个老师说他以前在日本生活3年，然后后来呢，我们又聊到咖啡，因为我很喜欢做咖啡，然后他就说我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做咖啡。那其实他的问题呢，我大概知道他想要问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有些单字呢，我就是还没有学到，所以呢，我就只能从一些零零碎碎我曾经有学过的单字，有点熟悉、有点记忆的单字去猜他想要问什么问题。不理解的话，他就会再用英文翻译，所以整体的沟通还算顺畅。然后我还蛮喜欢这个 Classroom 里面有可以做笔记的功能。如果你想要事后做笔记的话，你可以在下课的时候一一把老师在聊天室打的一些单字啊，你觉得很重要的字贴在你的笔记本里面。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 translation， 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啊，想要及时的翻译也可以。第一次使用 iTalki 的家教，我觉得很迅速、很方便，而且老师的品质还有老师的教学方式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Hello， 大家，我的法语4周学习挑战已经来到了第4周啦。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前3周做了什么事情。在第1周的时候呢，我每天都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读了文法，目前应该已经快要把整本读完了啦。但有些后面 B1 的真的需要下一点功夫。第2周的任务呢，就是第1周的任务再加上写1篇日记。再来到了第3周呢，就是第2周的任务加上每天读1到2回 reading。我在第1周只有读文法的时候，大概每天花了半小时在学法文，然后在第2周呢，多加了1篇日记之后呢，每天大概花了50分钟在学法文。第3周呢，就来到了70分钟，每天读超过1小时的法文。除此之外呢，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穿插一些法文学习的小习惯。例如说，我很喜欢看别人的 vlog， 然后我就开始会去看 francophone 他们的 vlog， 所以他们的 vlog 就是讲法文，然后是一些很日常的，例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我见了谁，我推荐什么书，他们用到的词汇还有句子都蛮日常生活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也有上 iTalki 的家教课。前几天上了一堂 iTalki 的家教课之后，就觉得口说呢，如果有一个真人的老师指导的话，会是比较好的，及时的告诉你，及时的指正你的发音，及时指正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表现方式会比较自然。第4周呢，我还是会维持我过去这3周的所有任务啊，因为我已经报名了 TCF Canada， 所以呢，我现在想要来做一下网络上面的免费题库。我找到了这个网站呢，叫做 Free TCF Canada Practice， 这里就有听力和阅读的题库。Allez-y, entrez。我现在要来做 listening 和 reading TCF Canada 的各1回，来做做看我现在的程度真的有没有到 A2 等级。Asseyez-vous, je vous en prie。花了快2个小时的时间做了 listening 和 reading 的模拟题，
那 listening 呢，分数是284分，然后 reading 的分数是203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TCF Canada 他们的题目，不管你是初级、中级、高级，都是做同一套题。题目设计就是由浅入深。我在做 reading 的部分的时候呢，我大概有2/3的题目都是用猜的，但是呢 listening 和 reading 这次做下来，我的分数都刚好落在 A2 等级。这4周每天都是实打实的非常精实的学法文，虽然有时候在晚上洗完澡的时候读法文，我就已经好想要睡觉了，但是因为有大家的监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我看网络上写说，要从零基础到 A1 等级程度，这个过程中呢，大约要花60小时到80小时。那如果是从 A1 到 A2 的话呢，要再多花至少100个小时左右来做学习。那我之前每天在用 Duolingo App 学法文，我觉得我一定有达到 A1 的程度。算了一下，这4周大概花了30个小时左右，所以要稳稳的拿下 A2 呢，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啦。在这4周挑战结束之后呢，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会继续写我的日记，定期看法文的文章，听法文的 podcast， 或者是看 Francophone 的 vlog， 然后定期上 italki 上绘画。希望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呢，我可以稳稳拿下 A2。这一集影片就这样子拍了1个月了，不知道大家对语言学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你还想要看一些什么样主题的影片，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帮我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也正在学语言的朋友们。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咯，拜拜。